没想到这一天还是来了，考研人数连续2年大降啊！去年人数已经是骤降了，而今年呢又比去年少了50万。你看一下这个转折的曲线啊，我想到了一句经典名言：趋势一旦形成，不会轻易改变。为什么卷学历的人开始变少啊？普通人都不爱高学历了吗？考研到底还是不是个好的选择？咱们今天一起来聊聊。首先，咱们想一个问题啊，过去大家为什么热衷于考研？我总结了一下，无非是这3大类原因。第一，有些行业啊，必须要求你是研究生才能进，比如说医生、大学老师、投行啊，某些的科研院所，这些大家眼中的金饭碗，文凭就是第一个门槛。第二，逃避就业啊，大学毕业还没有准备好工作，舍不得这个保护伞，那考研吧啊，我继续当学生。2023年的调查显示，规避就业已经成为超过1半人考研的理由。第3种，我提升自己啊，追求更高的收入。那的确，很多公司对于高学历确实是另眼相看的，而且直接体现在薪资上。研究生入职就是比本科生高1到2000块。那么以上3点放到当下社会来看，大家觉得考研还是门必修课吗？答案是不一定。高学历是否就等于高收入？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。你看，在10年前啊，全国研究生招生总数才61.14万，那个时候文凭还能享受相当大的溢价。到了2023年，招生总数已经130.17万了，高学历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高收入的群体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呀。现在什么就业环境？每年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，大企业呢基本饱和，甚至在裁员。小企业呢不需要那么多高学历人才啊，难道说都想当大学老师，都想进投行？那又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注定是难上加难。再加上现在不少人啊，就是为了混学历而读的研，专业能力其实并不过硬。那么整体研究生们的能力也都打了个问号。除了就业环境的改变啊，这里还有个算账的问题。要知道考研本身就是一个成本高昂的事情啊，钱是一方面，关键是时间呢。你备考1年，上学3年，而且很多人他不是一次性考上的，多少人要2战甚至3战。如果没考上，那这些前期的成本是不是打水漂了？你想，人这一辈子有几个3年4年可以去浪费？还是在你最美好的年纪？当然啊，如果硕士毕业能有明显的获得感，那这个时间就是值得的。但是反之，如果你读的硕士毕业了，还是和本科生抢一样的饭碗，甚至还不如人家有经验，那还逃避什么？不如早点就业。说到底啊，这也是一个学历祛魅的过程。当下的社会确实很现实，你的专业能力、你的职业技能，甚至你的人品、你的情商，都会比单纯的学历更值钱。至于说普通人要不要卷学历啊，这得看你自己的情况。如果有了合适的工作机会，早就业也不错啊，先占个位置，那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学习。但如果你不急着工作啊，觉得本科学的东西没有用，可以考虑读研啊，深入了解几个方向，武装自己的能力。但是依然想靠着读研去逃避社会、逃避就业的人，我想这种想法是万万不可取的。考研圈经常有个说法啊，叫上岸了。我不喜欢这个词儿。什么叫上岸？考上研究生就代表人生赢家，从此就可以享福了吗？并没有啊，你的人生还很长，考研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。时代在不断变化，在我看来，只有看清形势，拥抱变化，终身学习，才有机会真的上岸。散会。